Hello， 大家好，我是崔眠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朱迪·海文利2026年通灵预言，新时代的来临。这位出生于南非，后来定居于美国加州的灵媒多年以来呢，在洛杉矶做灵性咨询师。他在好莱坞呢派对里替影星读牌，在比弗利山庄呢慈善晚宴为富豪解读未来，也曾现身 CBS、CNN、ABC 等电视节目。甚至被收录进美国100强灵媒的这本书里面，所以这些履历呢，让他成为了一个于娱乐产业与神秘学之间的特殊存在。再加上他准确地预言过俄乌冲突川普遇刺等事件，更让他对谈论世界大事上呢特别的上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就推出过2026年通灵预测一书。在这本书中呢，他声称2026年是转折之年的讯号。于是呢，一个关于2026年的灵媒叙事呢，就在全球政治和疫情后遗症和冲突的阴影交织的时代中出现了。朱迪·海文利就说2020年呢，代表着前半场，本身就是一段宛如占星教科书般的密集时代。自2020年的新疫情爆发以来呢，全球累计数以千万计的死亡与庞大的经济、教育与心理创伤呢，把整个地球推进了一个长期的压力锅状态。所以各国政府在封城纾困、疫苗外交之间来回摇摆，所以世人呢对于未来的焦虑呢被急速放大。所以2022年的2月呢，俄乌冲突才爆发，而2025年呢，俄乌空袭与无人机攻击非常频繁。难民潮呢，能源危机连带着冲击着欧洲政治版图。所以在美国呢，2021年的1月呢，国会山庄暴动画面，川普支持者涌入了国会，而试图呢阻止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结果的认证，成为了美国民主体制象征性的撕裂。那这场事件之后呢，长期延伸的司法诉讼与社会的撕裂，也为随后的选举与内部的对立呢埋下了伏笔。所以在这一连串的真实历史事件之中呢，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呢感到不断的叠加。这也让朱迪·海文利这样的世界灵媒呢，他们的作品有了被热烈阅读的土壤。所以朱迪·海文利的预言呢，一向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只是单一的一个事件的猜谜，而比较像是把占星、直觉的解读以及当代国际局势汇编成一个故事。他在官网上形容自己呢是直觉者、占星师与作家，会用星象与灵感去解读国家、产业以及个人命运的交汇点。朱迪·海文利就说2026年呢，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试炼的门槛。人们要决定继续停留在恐惧与分裂的年代呢，还是开始把科技、信仰、民主制度重新校准。那在美国的段落里呢，他特别关注的是分裂之后的压力回弹。他说2020年大选与2021年的国会山庄事件呢，就把全球带入了一个政治真人秀的高张力时刻。那么2026年对他而言呢，就是看美国能不能在极端的摇摆之后重新找到平衡。而朱迪在访谈里面就把星象预言呢与政治人物是勾在一起的。他就谈到呢，白宫在2024年大选之后呢，权力结构变化如何与这个华尔街股市循环，矽谷科技的泡沫呢与加州火山、干旱等气候灾难呢叠加成了一个国家的能量场。他说他会提醒听众们注意，华盛顿特区附近关键期可能会出现抗议、听证与司法攻防。所以他就把国会山庄、高等法院和白宫呢视为3个相互拉扯的能量点。朱迪就说呢，2026年呢，美国就像是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的水池边，水面上呢是易碎裂的政治影像，水底下呢潜伏着尚未说出的愤怒。如果没有妥善的引导的话，仍然可能会激起新的波涛。那走出美国呢，朱迪对欧洲2026年的视角呢，是离不开俄乌冲突后与欧盟内部的重新洗牌了。从伦敦到布鲁塞斯，从柏林到华沙，这几年因为冲突呢，能源价格的飙涨与难民潮已经被迫加速了调整国防与产业政策。所以他会把这些政策视为是一种土星式的教训，必须面对曾经被忽视的现实成本。朱迪尤其关注东欧边界与黑海地区的局势，他认为那是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在2026年呢，仍然可能有新的冲击波出现。而在他的预言里呢，巴黎与柏林呢扮演着理性与妥协的老式灵魂，华沙与基辅呢则更像是带伤的年轻战士。所以在2026年呢，被迫学会在血与血之间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才是欧洲需要做的。而且朱迪·海文利还提到呢，联合国会与各个国家呢和平谈判的场景。他就预言呢，2026年呢会有多场被赐予高度期待的峰会呢与条约草案出现。虽然不一定会立即带来结局，
但象征着人类在冲突的阴影下呢，仍不断的尝试谈判的本能。那在亚洲呢，朱棣笔下的2026年呢，则带着另一种力量。他说，对许多人关注的预言来说呢，亚太地区啊，总是被放在海峡、南海与朝鲜半岛3个敏感的关键点上，而朱棣的视角呢，往往是经济、科技、安全3合1的整体观察。他会谈到东大与华盛顿在科技制裁啊、供应链重组、晶片冲突上开始拉扯，所以他就把台北新竹科学园区、韩国的板桥、新加坡的伊北研发区呢，都视为是下一个世代的数位经济的能量节点。他说，这些地方呢，会在2026年呢，继续承受地缘政治风险与产业升级压力的交互拉扯。所以朱棣说呢，他在幻象中就看到了一幅场景，是某间科技公司呢玻璃幕布的办公室里面，年轻的工程师们熬夜的在调教 AI 的模型，同时呢，手机上划过的是区域局势的突发新闻。在这样的画面中呢，2026年被他形容是为高压下的熔炼成钻石的一年，危险与机会呢是并存的。而国际上呢，对2026年的焦虑呢，有一个重要的来源：科技的加速与 AI 的崛起。新冠疫情呢，促使远距离的工作、线上教育与数位监控的快速普及，而2023年之后呢，就生成式了 AI 的爆炸式的发展，更让银发世代与年轻的世代对未来的工作想象出巨大的落差。所以朱棣呢，就善于把这些科技的议题呢，翻译成个人的生命课题。他会告诉来访者说，2026年呢，是你要决定让 AI 换掉你，还是你学会应用 AI 呢，放大自己的灵魂才华的一年。在他的解读里呢，灵性与科技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类被迫学会新的平衡。一边是矽谷呢成为中心演算法的力量，一边是各种冥想、瑜伽、占星、身心灵工作呢遍地开花的现象。所以他就指出呢，这2股力量都在2026年呢会更加的明显的交织。他说，旧金山湾区的那些工程师开始偷偷的找塔罗牌的一些咨询师呢咨询他们的职业。东京的一些新的创办人呢，在出资谈判之前呢，都会预约能量疗愈。迪拜与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呢，在谈投资的时候呢，同时呢，也会请风水顾问呢来看他们办公室的朝向。在这样的多重叙事之下，朱棣就说，对2026年的预言更像是一面镜子，而非是一道单一的答案。所以说，灵性与科技呢，是在逐渐的在融合的。他谈美国的时候，是提醒人们观察民主制度在高压下的自我修复能力。谈欧洲的时候呢，是强调冲突与和平的谈判的拉锯；谈亚洲的时候呢，就像是让镜头呢停在那些熬夜加班的年轻人身上，问他们愿不愿意在压力中学会新的合作方式。他提及中东的时候呢，像耶路撒冷、德黑兰、利雅得与迪拜呢，会被摆在同一张占星盘上。一方面是宗教与历史的纠葛，一方面呢是能源转型与新经济的角力。他就描述呢，非洲与拉丁美洲时会引用南非自身的历史。从种族隔离到和解委员会，再到现代的贫富差距与资源的开发。所以朱棣呢是提醒世人，2026年呢仍会是边缘国家要求发生的一年。作为一个常年在好莱坞派对穿梭的灵媒他也乐于呢把预言包裹在娱乐的叙事之中。他会讲到自己在奥斯卡派对上为克罗丽丝·利奇曼和其他的影星解读牌的时候呢，如何能够感受到这些影视产业在串流平台冲击下也是受到震动的。他会分享呢，在影视公司公开举办的活动中一些制作人如何一边听他说未来的趋势，一边盘算着下一部电影呢要如何把后疫情时代的冲击的阴影与 AI 的焦虑呢写进他们自己的剧本里。所以朱棣就说呢，2026年呢是现实世界的时间节点，也是影像与叙事工业可以不断重写的背景设定。然而要理解朱棣的预言呢，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把信仰与怀疑呢放在一起。朱棣就说在谈到人类在2026年的灵性提升的时候，他就提醒世人，真正的挑战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内在成熟的能力。所以他就认为2026年是人类集体进入灵魂校准的一个转折期，一切科技、政治与经济上的剧烈震荡呢，都会推翻每个人去面对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他就指出呢，在疫情之后呢，冲突影响之下，与 AI 崛起的冲突之中呢，人类已经累积了太多未处理的集体焦虑了。而2026年呢，就是那些压在心底的东西会全面浮现出来的时刻。因此，第一个灵性课题呢，就是情绪觉察。他说，人们必须学会承认自己的恐惧、焦虑、悲伤与不安，不再假装坚强，不再用互联网或忙碌来逃避自己。
只有诚实的面对情绪，灵魂呢才有提升的可能。他还提醒人们，2026年呢世界会很吵，但一个人要学会安静地感受自己的内心。第二个灵性方向呢，就是建立清晰的个人的界限。朱迪就认为，科技加速、经济不稳与社会的期望呢，会让许多人在2026年感到精疲力尽。而真正导致渴望的关键，往往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无法说不。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边界，整个世界都会来占用他。因此，在2026年呢，人类最大的力量不是忍耐，而是分辨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什么不是，什么值得投入呢？什么值得放下？谁能够进入你的能量场，谁该待在门外？这不只是心理的层面，也是灵魂的清理。第三点呢，重点是直觉的回归。朱迪就认为呢，2026年会逼迫人类重新信任自己内在的声音。而这些年呢，我们太依赖数据、算法、新闻和外界的声音，而导致直觉的萎缩。但2026年的不确定性呢，会让人们明白，最重要的判断往往不是大数据能替你做的，而是你能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指引。直觉呢是灵魂的语言，而2026年呢，这个声音会被放大，从关系、职业、合作到选择人生的方向，直觉呢将再次成为人类重要的导航。第四个方向，他说是灵魂的觉醒。朱迪就说呢，疫情后的世界呢，已经让大量的人开始质疑工作是否真的值得。而2026年呢，会是集体的转折，人们会更明确地分成3类，一种就是越做越充电的人，一种呢是越做越枯萎的人，还有一种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以朱迪就认为呢，2026年会让更多人开始选择灵魂性的职业，不是神秘行业，而是那些能让人产生意义与价值感的工作，服务他人、创造、治愈、启发或者是带来真实影响的职业才会蓬勃发展与兴盛。相反的，那种纯机械式的、不停重复的那种工作，纯耗能式的工作，将逐渐的会被 AI 和市场淘汰，而这会使人类重新思考，我的天赋要去哪里，要放在哪里，我的职业是否真的代表现在的自我。所以2026年也是重新选择的一年。而第5点呢，是集体的疗愈与回归。朱迪就指出呢，人类在疫情后呢，其实表面上更孤独，而2026年呢，会是人群重新聚集的灵性年份，人们会更愿意谈心，参与社群，寻求支持，加入团体疗愈，学冥想，学身心灵整合，关系呢会变得比物质呢更重要，连结会变得比成功更重要。所以他就认为2026年呢，是人类重新学会我们需要彼此的一年。第6点呢，是科技与灵性的平衡。那朱迪呢就提醒说，2026年最大的灵性挑战是人类要同时面对 AI 的崛起与心灵的需求。他说科技呢会越来越像神，但它没有灵魂。因此呢，人类的任务是让科技为人服务，而不是让人被科技所吞噬。他就鼓励人们将 AI 当作是延伸的工具，而不是替代生命意义的拐杖。真正的提升是在高速演算的面前呢，仍然记得自己有心、有感情、有直觉、有创造力、有灵魂，而这些呢是科技永远取代不了的部分。朱迪预言的最后呢，总会落在一句混乱的世界是灵魂学习稳定的一个试炼场。在2026年呢，全球局势必然有震荡，有经济压力，有科技爆发，有政治拉扯，有气候不安。但这些外在的风暴的意义呢，是逼人们学会往内心去扎根。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在动荡中保持内心稳定，那你比任何预言都会强大的。如果你的心中够稳，你就不会被世界带偏。如果你的心能够稳住，灵性的提升自然就会发生。所以朱迪就说，2026年不是恐惧之年，而是成熟之年；不是毁灭之年，而是觉醒之年；不是灵性逃避之年，而是灵性重新对准自己的开始。所以当我们把2026年放在眼前，读着朱迪海文利与其他预言家的说法的时候呢，也许就可以试着做一件事，先承认预言呢是一种结合直觉、占星与国际新闻的趋势所拼接起来的，但同时呢，要从中看见一些值得反思的象征。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压力测试呢，提醒我们要更加珍惜制度；俄乌冲突呢，与各地的冲突督促我们重新思考和平与能源的关系。AI 带来的震荡呢，逼着我们重新定义有灵魂的工作是什么。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在2026年的选择，都可能让历史走向某条完全不同的时间线。所以预言无法替我们做选择，它只是像朱迪在洛杉矶办公室里点燃的一盏小灯，照亮一小段前行的路而已。真正决定2026年长什么样子，
仍然是每天早晨醒来的我们自己。所以宇哥就希望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预言之中提炼出一丝真正属于自己的2026年的方向感。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